这个面色苍白的男人正在照镜子，突然他的背部开始发生变异，变成一个丑陋无比的大块头。然而变异后的他完全失去理智，他的眼里只剩杀戮，在街道上肆意破坏。谁来拯救这个城市？现在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只有绿巨人浩克。故事发生在2个月前，男人叫班纳，他是一位科学家。这天他和女友贝利正在进行人体实验，不料实验室发生意外，班纳受到大量伽马射线辐射，身体开始产生变异。变异后的他无法控制身体，破坏实验室，甚至伤害女友。班纳十分自责，他决定隐姓埋名，自己寻找解决办法。另外这边，野心勃勃的美军首领得知消息，开始重兵搜捕。他想获得变异细胞，制造更多生化武器。班纳必须时刻控制情绪，因为只要不小心激动一下，就会变成绿色的怪物。随后他来到巴西的贫民窟，一人一狗隐居生活，还报了个兴趣班学习柔术，以此来克制自己的情绪。教练还真不客气，上来就是一巴掌。他立刻调整呼吸，把心率控制到150以下，再高一点后果可不堪设想。不久，军方找到班纳的住处，开始你追我赶。班纳像只过街老鼠，不过论体能，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了。他逃到一个饮料厂，这时他不小心撞到2个混混，光头哥追上来就是一波操作，你拉我扯。随后几人将他按住，班纳恳求他们不要激怒自己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光头哥自是不信，而此时班纳的心率已经飙到250，只见他两眼发绿，激怒他的几个光头哥也陆续领了盒饭。一个庞大的身影缓缓转身，无数子弹在他身上摩擦，枪林弹雨对他根本没有杀伤力。善良的绿巨人不愿人们再受到伤害，于是他快步离开。可上校却不肯罢休，穷追不舍。终于绿巨人被激怒了，他随手抡起一部货车，重重的砸过去。上校当场蒙圈，随后立马找到首领询问情况，为啥班纳身边还有一个绿巨人？首领表示，那就是班纳变身的绿巨人浩克，为了研究超级士兵的血清才变成这样。而上校则表示自己也愿意尝试注射和他一样的血清，最终他也成了实验品。另外这边，班纳回来看女友，发现女友身边已经有了男朋友，他便没打扰。等到再次逃亡时，正好遇见女友，久别重逢的2人终于无法克制情感，他们紧紧相拥。后来女友将班纳带回家，把藏起来的数据交给班纳，班纳生怕数据落到军方手里，便一口将其吞下，然后撒腿跑了出去。而这时军方已经将他堵住去处，士兵们开始放射催泪烟雾弹，烟雾弥漫整个天桥。这时女友跑了过来，班纳见状愤怒地趴在玻璃上。下一秒绿巨人浩克出现了，士兵火力出击对准浩克，浩克拿起玩具车直接干翻一群小咖了。就在这时，不怕死的上校前来挑衅，肉搏还是能顶2下，不过很快就被按在地上摩擦。这时2辆坦克驶来，发射出强烈的音波浪，浩克艰难地拿起2个锅盖，拼尽全力抵挡，随后蓄力一击，直接将坦克分成2半，再一跃而下，坦克直接报废。而此时的上校已经完全不听上级命令，再次挑衅浩克，结果浩克一个大炮子让他拥抱大树。女友惊讶地走过来，然而军方却不想放过浩克。这时天空又继续开火，浩克为保护女友，用身体抵挡熊熊烈火。接着他抱着女友消失在烟雾中。第2天，班纳和女友说，他曾在网上认识一位疯狂的科学家兰博士，或许去他那里可以研究出解药。于是他们决定带着资料去找兰博士。另一边，伤痕累累的上校眼看就要去西北报道，可没想到隔天竟然全部恢复。统领一脸不可思议，这可能是史上最强的战士。他来到镜子前，背部开始产生变化。这边班纳和女友也找到兰博士，他们来到实验室开始研究。博士启用电击疗法，将本体里的浩克召唤出来，变身的浩克逐渐失去理智。这时女友跳上去贴心安抚，这才化解危机。博士抓住时机，赶紧将解药注入。班纳终于恢复本体，可还没等他俩亲密，上校已经将这团团包围。士兵发出一枚迷魂弹，射中班纳的背部，很快班纳就被抬走。然而上校却偷偷逗留，他想要获得更强大力量，于是便威胁博士给他注射浩克的血液。注射时看得出他的内心充满憎恶，此时他的身体发生更大的变化，随后变成巨大的憎恶绿巨人，眼里只有杀戮。博士也当场领了盒饭，他在街道上肆意破坏，子弹对他没有任何杀伤力，人们四处逃窜，士兵们也都遭到屠戮。他变得无比强大，就连警方也束手无策。统领也意识到错误，所有的灾难都是他妄图批量制作超级士兵的后果。这时班纳决定冒险出战，只有变身浩克才能解除危机。他从飞机上倒跃而下，可是他刚刚注射了解药，他还能变身吗？就在我以为他领盒饭的时候，他却站了起来。战斗正式打响，只见浩克一下被扔飞100米开外。憎恶再次挑衅，但浩克也不是好惹的，随手就是一辆保时捷当护盾，3下5除2就将憎恶按在地上，就是一顿输出，再送一记浩克拳。而这时憎恶将全部力量集合到腿部，一脚将又将浩克踢飞。统领见状，赶紧命令士兵发射子弹，继续火力追击。憎恶拼命躲避子弹，寻找机会一跃而起，拽住飞机。情急之下，浩克上去就是一个抱大腿，他们在空中摇摆，随后飞机坠落，起身又是一顿肉搏。浩克被死死摁在墙上，两个流着相同血液的人，他们有着不同的脾气。当他们陷入苦战时，一股电流点燃了散落的汽油，眼看飞机将要爆炸。危机时刻，浩克蓄力一拍，发出一道气流将大火扑灭，救下了女友和统
统领。此时浩克一个不留意，竟被曾雾偷袭。他挥起一条铁链将他放倒在地。看到浩克无力爬起，曾雾眉飞色舞，想要当面解决他的爱人。奄奄一息的浩克彻底怒了，爆发一股强大的浩克锤，瞬间地面崩裂。曾雾一脚踩空，浩克顺势用铁链勒住他的脖子。还没等他喘口气，浩克从他手臂上拔出一把利器，径直插入其心脏。眼看曾雾就要去世，女友及时阻止了他。他不想浩克变成一个没有理智的野兽，他将曾雾踩在脚下，发出一声怒吼，最终还是选择放过对方。他将曾雾交给统领处理。浩克知道人们无法接受他这个异类，他纵身一跃，消失在这座城市中。世界无限大，怪事天天有，人生最大的无奈其实是没得选择。因为如果可以选择，丹娜应该不会选择被改造基因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怪物。但是对于有的选择的人而言，却可能背道而驰，最后万劫不复。